我说妹子，你这又抱大孙子了，可真是有福啊！啥福啊？人家生孩子都是祥瑞满天，我那媳妇儿生孩子哗哗的下大雨，孩子出来了哭个没完，就跟我生他爹的时候一个样。这么多年你都不来看我，你今儿个来是为了载沣吧？姐，季氏他老给你添乱，你就放他回家吧。我这是监狱啊！我今儿不就骂他2句吗？你当我真关他的禁闭啊？我就不心疼他了。载沣，你自个儿说说，我怎么着你了？额娘，老佛爷对儿子没怎么着。她如今不是我的兰儿姐姐，人家是太后，是老佛爷，是咱们的主子，就是把你打死了，我也得喊他万岁呀！妹子，这是公理，别太放肆了。我哪敢放肆？我是来要我的儿子。是哪个儿子呀？是皇上吗？姐，你亲妹妹只有一个儿子，载沣。皇上，他不是我的儿子，是太后老佛爷的儿子，我管不着了。可载沣，姐，你就把他还给我吧。你也不用跟我甩闲腔儿。你要不是我的亲妹子，你有得了这般荣宠吗？我不要你的荣宠。儿子啊，咱们走。额娘，好，你也不要我这个额娘了。小李子，这送送老春王福晋。载沣，奴才在。孩子起名了吗？起了，叫溥仪。把这给你。谢老佛爷赐福。一直没给你差事，你等急了吧？奴才急的不是这个。
奴才急的是袁世凯狼子野心，借新官之志。从今儿个起，拟定新官制的会议，你就别参加了。老佛爷，你呀，我在给你铺路，你知道吗？奴才愚昧，那就回去好好想。奴才告退。老佛爷，庆王爷来了。会上的事儿别跟我说，你就记住2句话：小事儿随他去，大事儿别糊涂。袁世凯做到今天，他还没错呢。奴才遵旨。盛大人，不好了，账本不见了。什么账本不见了？招商局的账本。什么？招商局的账本？是，不见了啊！那可是咱们招商局的密中之密呀，哪儿去了？这，哎呀，你盛大人，盛大人，不好了，沉了！怎么了？运银子的船沉了。什么？朱宝奎呢？不知道去向。朱宝奎，哎呀，你这个王八蛋呀！宝奎啊，宝奎，有你的啊！谢谢贝子爷，贝子爷，这是60万两现银，我已经把它存到英国开的汇丰银行，请贝子爷笑纳。宝奎啊，这事儿我会跟我们老爷子说的啊。不过你官小了点儿，一下子当了邮传部尚书还不成？这样吧，当个侍郎，那没问题。多谢贝子爷。贝子爷，干嘛？户部侍郎唐庆昌来了，叫他到门外候着去。贝子爷，好家伙！王爷，县政馆官员全体请假。哎呀，怎么搞的嘛？下去吧。是。来，坐这，坐这。这会场都变成了战场，有哪个还敢来呀？说的也是啊，还是咱们袁大人英勇无畏。跟妈妈说，我额娘快死了啊！快去！王爷，贝子爷来了。什么事啊？老福晋病了。病了就病了吧，有什么？阿玛，额娘快死了。在这，怎么回事？哎呀，快点，你可妈妈！好了，诸位，对不住了。今日议题，军机处存废，兹事体大，请诸位讨论。魏婷，啊，你先替我主持一会儿。啊，我先请个假，回去看看就来。哦，走吧。行了，咱们大家伙儿也散了算了吧。不可。怎么着？还有什么可聊的吗？军机处是朝廷中枢，承旨述旨都靠军机，废了
还谈什么朝政啊？新官制成立以后，行政有了内阁，本来就没有所谓的朝政。听听，听听，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。没了朝政，咱们这些个军机大臣、亲王贵胄也都没了，不是？就剩你一个人。你想干什么？哈哈。懿旨立宪，首定新官制，君主端拱于上，不劳而治。内阁操持行政，担当一切风险。这些本来都写在预备立宪的诏书中，圣谕煌煌，已成根本大法。诏书颁布之日，举国欢庆，诸位军机、诸位王爷，也是言之凿凿，千难万险，誓死立宪。可是这几天发生的事情，倒让我犯了琢磨。先是千夫所指，我成了百官的对头。继而军机不适，亲贵仇寇，我已是死无葬身之地。为什么？这到底是为什么？我想问问各位王爷，这大清无论如何兴革，首先是你们家的，不是？当然是。世凯再想问问各位王爷，大清立宪是不是为保你们一姓君主绵延万年？没错啊。世凯三问各位王爷，为保君主万年，牺牲一些王爷们的权利和利益，值不值得？值啊！世凯四问各位王爷，世凯总督直隶，官儿当得好好的，手握北洋，事儿办得舒舒服服的。我干嘛一定要趟新官制这趟浑水呢？不必呀。世凯勿问各位王爷，我袁世凯是那种不识时务、不知深浅、不懂应酬的人吗？啊，我不懂得最粗的腿是王爷们的大腿，最好吃的饭菜是王爷们的残羹。要想在朝廷上立足，在地方上办事儿，最要紧的就是不能得罪那些军机大臣，要会巴结皇亲国戚。我袁世凯不懂吗？我懂。那我为什么要得罪你们这些个军机大臣，又为什么要得罪你们这些个王爷呢？我疯了。好感动人呐！哼，都说袁大人是一代枭雄，今日所见，却是一位救我大清江山的盖世英豪。呵呵，
真是君别3日，当刮目相看。可惜，你骗得了别人，骗不了我。说1000，道10000。你们可曾听到袁大人说过一句：新官制的责任内阁里，可有咱们的位子？是啊，废除军机处，建立内阁制，当官不再靠出身，这是新官制议题中必有之义。议亲中果然有真才，何患被埋没？新体制刚刚开议，王爷们关心的是如何保住自己的地位，还想靠宗祖世爵、子孙姻袭。这新官制没希望，这立宪更别提。我们没希望，你袁大人大有希望。你有太后宠着，有军队保着。袁世凯，我铁梁这块铁，你干脆也拿去化成铁水，然后造点枪炮出来，装备你的北洋6镇。这倒是个好主意。听说美国已经能炼铁为钢了，干脆请王爷彻底回炉，弄块钢锭出来，也算是铁王爷对咱立宪的贡献。袁世凯，我先练练你。你敢给我撒野！打你！别再打了，孩子！你也有机会。小李子，小李子，走，走。去，亲一个，亲一个，亲一个！躲开你，宝贝儿，宝贝儿，你躲开有完没完？来，什么这是？没钱你还来这个？来呀！你干嘛呀你？来吧！哎呦，干什么你这是你？自从跟上你蒋世兴，你是给我摘过星星呀，还是给我摘过月亮呀？你以为老娘是给你白练的呀？啊！你可给我听着，以后没有银子，就别上老娘的床。不上就不上。你说什么？我去找银子，我去找银子。哎呀，你呀，连个骚娘们都养不起，你还活个什么劲儿啊你？哎，行了，我让那骚娘们折磨的够受了，还在你这儿受委屈啊？哎，海瑞，别喝了，啊，吃块瓜，来吃块瓜。哎，你不是个可以专折严实的御史吗？那折子就是银子，那银行的存折才是银子呢，我哪有啊？你没有，可庆王有啊。那铁公鸡，一毛不拔。切，他存在我汇丰银行的200万两银子，你想要不想要？做梦呢你！不是做梦，只不过要名还是要利，你得挑一个。哎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你看着办吧。哎，
海瑞啊，海瑞，哎，别喝了啊，别喝了，宝贝儿。你这个数不归我管，找他去。你眼睛瞎了？就这点钱，往我这送啊？您这不是5000两吗？呸！福字5万，就这点钱也想拜我们福字？我这愣着干什么？那边儿。哎，去那边。啊。哎，请您给录一名。录名啊？1万以下不给录名。去。哎，你下一个。够奴才！你们就这么回我呀？啊！这让满朝文武怎么看我？阿玛，原来是怎么跟你们说的？都不懂规矩了，都给我跪下！息怒！阿玛，哎。您的签售，下属孝敬您也是应该的。是，王爷息怒，不敢。诸位都去回吧。啊，我这儿谢谢诸位了，回吧。哎，王爷，各位，今年呢是我阿玛的50岁寿辰。王爷，我阿玛呢就不想铺张了。各位既然来了，就先在这儿待一会儿啊。哎，王爷，听犬子说，唐大人不同凡响啊，100万两。这可是汇丰银行的银票啊！唐大人，不愧是户部侍郎啊！啊，王爷，下官虽然掌管着户部的钥匙，这银子可不是公款。说吧，想要什么？下官不敢，下官只想着，求个雷打不动的。哎呀，很难呐！拆庙送和尚，恐怕很难不动一动啊。王爷，要是香客捐了一大笔香火钱，那庙里的住持总不会不领情吧？话说的不错，回去等信儿吧。下官想讨个准话。这确实不行啊。尽可放心吧。哎，那拜托了。950两，957，958，959，960。这饭后走走，当年李鸿章也是这么着，还真是能舒舒筋骨，也不会累着。今儿个瞧了戏，再让你陪我聊聊天儿。太后的身子骨可比臣硬朗多了。这几年你操心国事，瞅着老多了。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。只要太后不嫌臣老，臣这把老骨头还能为我大清再干个10年8年的。记得在行在那会儿，那是7年前吧？那会儿看你还像个小伙子。哎，你到行在之前是个什么官来着？臣不过是江南学政。对了，当时也有人跟我这么说过，说你一个学政，怎么一下子就到军机处去了呢？我说呀，屈鸿基是个人才，不可多得，这才没人言语了。太后恩情山高海深。今儿个看了《霸王别姬》，有什么心得呀？臣不懂戏，不过从史书上琢磨，垓下之仗，霸王败了，这是戏，所以要别姬。究其实，霸王之败
却不在垓下。他让谁给败了呢？韩信。当其时，汉王刘邦屡战屡败，幸亏韩信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，呼出奇兵，一举扭转败局。那这么说，韩信的功劳大呀。可是刘邦为什么还要把他杀了呢？韩信军权过大，高祖恐其谋反。你这说的是袁世凯吧？啊，不是，袁大人是忠心耿耿的。那么多的折子，都对着袁世凯一个。昨儿个他还挨了打，你怎么看呢？是他们目光短浅。请恕臣直言，这包括王爷们。太后一意立宪，无私谋国，目光宏远。袁世凯秉承意志得罪了人，是难免的。不过成为众矢之的，臣却没有想到。听说李鼎官制的会上，你一句话都没说。臣过于谨慎，大事不该。也是你老成持重啊。今儿个，你该说说了。我大清中央地方，官衙数千，文官百万，但传统保守，不服新制，自当裁撤。但总要有政策给出路，否则官员们闹起事来，非同小可。文官制度有数千年的传统，盘根错节。中央一个官员就是地方一派势力，地方一个官员又连着中央某部某官，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呐。200年前，英国立宪，对贵族阶层以赎买政策安定制，因为他有这个经济实力。60年前，日本立宪，虽无实力，却是观念先行，国人普遍接受了全盘西化，甚至愿与洋人互婚，以改良人种。反观我大清，100万传统文官，赎买不能，因我无此经济实力，立宪观念又未深入人心。官制骤行西化，势必人心瓦解，不可收拾。太后，国情如此，稳定第一，切不可幡然新格呀。那你说该怎么办呢？人狠不馋，酒烈不喝。臣操持外务，虽不胜酒量，常见洋人所饮的鸡尾酒，酒分多层，层层颜色不同。但哪一层是新酒，哪一层是陈酒，哪一层是烈酒，哪一层酒量温和，即是大有讲究啊。待得国人观念普遍趋新，自可多加新酒；待得饮酒之人酒量增加，自可多加烈酒。臣的意思是，新官制可参考鸡尾酒勾兑之法，庶可收稳定推进之效。这就是微臣的一点粗识浅见。敲什么敲？有事吗？烦劳通禀，就说下官唐庆昌求见。王爷不在家。呸！
呦，哎呀！贝子爷，贝子爷，你呀？哎，是我，请贝子爷给个准话。着什么急呀？我怎能不着急呀？这10几个人都住在我们家里了，那钱是大伙儿，那是你的事儿。可话又说回来了，老佛爷还都没给我们家老爷子准话呢，我们家老爷子能说什么呢？哎，那100万两。连个画都买不来呀！你找死啊你！银子？谁拿你银子了？贝子爷，你不能不认账啊！贝子爷，贝子爷，你不能不认账啊！贝子爷，良心呐，天地良心呐！贝子爷啊，天地良心呐！贝子爷。老师，军机和王爷们都闹起来了，很多官员都上了折子，全都是弹劾袁世凯的。没用，没用。太后总该掂量掂量轻重吧？告诉他们，立宪为重，杀袁为轻，不可本末倒置。目前的态势，新官制就是袁世凯，袁世凯就是新官制。老师，我觉得您这是自相矛盾。是啊，要的就是这个矛盾。那怎么做呢？6个字：不反对，不合作。我不交钥匙，我不交钥匙啊！我不交钥匙啊！太后，太后，太后，太后！军机大臣陆传林请假。军机大臣荣庆请假，军机大臣铁良请假，军机大臣林少年请假，军机大臣世旭请假。太后，这么多军机大臣请假。离定官制会议开不成了。我不交钥匙，我不交钥匙，我太后，哎呦！洋务官员杰多地奏报：水淹路基，正定火车停驶。盛宣怀奏报：河道卫书，招商局船队停线武昌口岸。河南蝗灾，17州县颗粒无收。太后，各部官员俱未办公，这军机处如何述职呢？
雨后罗深浅，风前雁往还。舍怜春水泛，风杂下云间。下大雨了，田螺都淹在了水里。刮风了，大雁顺着风来回的飞。春天水太大，莲藕都给淹了。夏天云彩太多，那山峰藏在云彩里，我都看不见了。好诗，好诗啊！那些个京官都还跪着呢。是。袁世凯，臣在。数万京官全都撂挑子了，好像就冲着你一个。你说说，这是为什么呀？拟定新官制，臣过于猖狂，请太后治臣之罪。他们的折子上好像说的不是你的态度问题。你倒是瞧瞧，说给我听。书和袁世凯指鹿为马，请杀之以成立宪者，是何意啊？这意思是，臣就像秦朝的赵高，在朝堂上指鹿为马，恫吓朝臣，如此权奸，只有杀了，我大清的立宪才能顺利进行。还有呢？书和袁世凯心如蟒，形如糙，请诛之，以成新官制者。这又是何意啊？